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一生中最影响他的是谁？他成长的历程是怎样的？他又是如何将一片泥滩沼泽地变成今天的现代城市？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这位伟人励志的一生。Merdeka! Lagi sekali yang bersemangat merdeka! 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同马来西亚分家。Every time we look back on this moment when we signed this agreement which severed Singapore from Malaysia, it will be a moment of anguish. I mean, for me, it is a moment of anguish because all my life, you see, the whole of my adult life,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成为独立国。小岛国的200万人民面对未知的命运和前途。他一个人承受着这个沉重的负担。would you mind if we stop for a while? I have a few million people's lives to account for. And Singapore will survive. 工作虽然艰巨，但李光耀并不畏缩，他坚定地朝建设国家的目标迈进。And we will set the example. This country belongs to all of us. We made this country from nothing, from mud flats. Here, we make the model multiracial society. This is not a country that belongs to any single community. It belongs to all of us. This was a mud flat, swamp. Today, this is a modern city. 10 years from now, this will be a metropolis. Never fear. 李光耀，1923-2015，新加坡前任总理，前任国务资政内阁资政，至今仍是新加坡政坛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其在国际上也享有官誉，多位政坛名人如撒切尔夫人、基辛格都对他联名。高效率的政治作风表示赞赏。李光耀自幼就接受英语教育，13岁时考入当地顶尖的英校来佛士书院初中部，18岁时考入原校的高中部，但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中断学业。战争结束后，李光耀荣获大英帝国女王奖学金赴英国留学。在留学英国初期，李光耀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1年后，李光耀转到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并于1949年毕业，随后取得律师资格。1954年10月，李光耀与一些从英国回来的华人、当地受华文教育的左派学生和工会领袖成立人民行动党，参加次年举行的首届选举。这次选举中，李光耀本人顺利当选立法议院议员，开始与新加坡方面的马来西亚共产党负责人林清祥等合作，为新加坡争取自治地位。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而人民行动党也在自治邦政府的首次选举中成为立法议院第一大党，由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布独立后，李光耀积极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在其任内推动了
开发玉郎工业园区，创立公积金制度，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教育改革等多项政策的执行，成功使新加坡在30年内发展成为亚洲最富裕、最繁荣的国家之一。今天的新加坡政府以高效率、廉洁而闻名，人民生活水平较其他亚洲国家高出许多。李光耀也因此被人们称为新加坡国父。李光耀1923年9月16日出生于新加坡，是当地的第4代华裔，祖籍为中国广东大埔县。李光耀儿时的生活非常艰苦，父亲当时不得志，因此常常郁郁不乐，脾气变得很暴躁，在家里也总是和母亲发生争吵，因此家中兄弟姐妹都与母亲更为亲近。母亲外表看起来虽文弱，但为人非常勇敢坚强。母亲的个性对幼年时期的李光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李光耀还很小的时候，尽管当时家庭生活并不宽裕，但母亲却执意用她的嫁妆换来的一点钱，让孩子们去上学读书。她穷尽自己的精力照顾孩子，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希望他们长大之后都能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在教育子女和对待钱财上，母亲与父亲的争执越来越严重，因此整个家庭几乎都是靠助母亲的双手支撑起来的。虽然李光耀当时还很小，但由于是家里的长子，母亲并没有把他当成一个懵懂的孩子来看待，而是当成一个有思想、能独立思考的男人，开始尝试着和他商量家里的事情。遇到大事时，还会首先征求他的意见，然后再仔细地做出决定。因此，李光耀在童年时期就已经学会了自己思考和判断，并很快地成长起来。从政以后，李光耀表现出惊人的领导才能和判断，执行能力也是和此分不开的。李光耀有4个兄弟，2个当律师，1个当医生，1个是股票经纪。当股票经纪的那个弟弟并没有念大学，但最有钱的却是他。李光耀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我那位当律师的弟弟比我有钱，当医生的弟弟也比我更富有。这些年来主要靠我妻子的薪水来维持这个家庭，我没赚数百万元，难道我比我弟弟还要笨吗？能力比不上我妻子吗？我维护我所做的事，因为我相信那是对的，钱财对我是不重要的。他在执政之初就召开家庭会议，明确表示要执政清廉，请亲戚们不要存有倚仗他的权势发财的幻想。他的父亲一直做钟表生意，没有一官半职，也未因投资承包、招揽或介绍什么工厂买卖而积积敛财。李光耀的弟弟都没有沾到他什么光，妹妹嫁给商人，也没倚仗他的权势谋利。在他从政期间，李家没有传出任何丑闻，一生中他仍然只住在他父母留下的老房子里。李光耀个人认为，他所被人称道的能力与幼年跟母亲对自己的培养不无关系。如果没有童年的自己，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李光耀。从李光耀的成长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影响是多么重要。正是由于李光耀母亲对他的严格教育与影响，才锻炼和培养了李光耀自身良好的品质与能力，并成就了李光耀一生的荣耀。正所谓，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是国家的希望。没有孩子的明天，也就没有我们国家的明天。而教育更要从娃娃抓起，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从我们自身做起。因为父母的影响，在其一生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一言一行都无形中影响住自己的孩子。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很少有人会把他当成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大人看待，但如果你这么做了，你就会发现这么做对孩子有百利而无一害。孩子的个性和品质正是从独立做事的过程中获得的。李光耀是一位
具有传奇色彩的政治家和领袖。他的一生奉献于建设和发展新加坡。他的成长故事显示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母亲的影响。他母亲的坚强和勇敢，鼓励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学习、思考和成长。这些品质在他成为政治家和领袖时起到了关键作用。李光耀在新加坡的独立后，积极推动经济改革和发展，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包括建设工业园区、成立公积金制度和进行教育改革等。这些措施使新加坡在短短几十年内成为亚洲最富裕、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并建立了高效率廉洁的政府形象。李光耀被尊称为新加坡国父，他的领导才能和政治遗产将继续影响新加坡和世界政治。他的成长故事也提醒我们，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和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励志故事，请记得按赞、订阅，还有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将来更多精彩的视频了。感谢大家。